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专门向特别来宾李宇翔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陈金飞委员、唐强龙先生。好，那这洪都拉斯的选举选了1个月，对，开票开了1个月，哦，其实那时候开完票，川普就在警告了，不要作弊，哦，当然，那结果呢？这个现在第2高票的候选人，因为川普支持第1高票候选人，哦，川普第2高票的候选人拒绝认输，说舞弊，啊，没有舞弊干嘛搞1个月？怎么做票啊？那川普力挺的洪都拉斯候选人险胜啊，差多少你自己看啊？当选的40.27，也没有多少票啊，不就是1479822票，也不是说什么1亿票的嘛。那第2的39.54，我看只差了0.73，只差0.73个百分点，哦，就147万9，145万4，哦，差一点点哈，所以呢，不服气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国会议长，因为他原来的执政党，那当然现在执政党变人了，拒绝承认，说这叫做选举政变，川普用选举来改变我们。啊，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教授各方要尊重结果，选出来就是这样啊，差1票也是差啊，怎么不承认呢？啊，那这个阿斯夫拉啊，他川普支持的，他是等于是右派了，他赞美说，他们跟台湾有邦交的时候，比现在跟大陆有邦交好100倍啊，好太多了啊，那个红虾等等，反正一堆啊，但大陆也没买。那另外呢，巴拉圭。哦，说跟台湾有68年的邦交松动了，外媒警告说，如果巴拉圭去投亲中的这个政党，恐怕会步洪都拉斯的后尘，哦，结果可能不好啊。那委内瑞拉啊，这个他的油轮被美国被说是啊，这个缉毒啊等等啊，打死人啊，还扣人家的油轮啊，所以现在呢，油没办法啦，卖不掉啦，大量库存增加。他说美国是勒索的，想要我们的油就用这种方式啊。巴西哇，这些国家这个问题真多。巴西警告美国，哦，所以委内瑞拉的这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而且川普你会干预人家大选，所以巴西总统也是反川普的了啊。那另外呢，美国前亚太驻青董云长说呢，川习明年会会面4次，川普跟习近平，一次这个习近平这个川普到大陆访问，一次习近平回访，中间还有2次啊，这个各种国际场合见面哈。他说呢，会面4次是有帮助，这个来管控这个负面情势的一个发展。CNN 说，今年年底啦，啊，今天圣诞节啦，啊，没几天今年就过去1个礼拜了。明年2026全球有7件大事，哦，那7件呢？委内瑞拉对峙，刚刚讲嘛，所以美国打造川普版的门罗主义，美洲人是美国只管美洲的事了。俄乌战争第5年。哦，关键在华府，不是在前线。哦，真的关键在华盛顿。川普可能会决定台湾的命运。哦，因为川普跟习近平会面，川习会，那台湾不在谈判桌上，我们的命运人家决定啊。以色列军事大胜以后呢，政治走向不明。以色列不是赢了吗？那现在要怎么样呢？伊朗内外压力同时爆发，恐怖主义会卷土重来。啊，然后呢，这个 AI 革命。变成大国竞争的这个场域，小国靠边站。我们看一下，振臂欢呼，鼓掌狂欢，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结果终于底定。El Pleno de Consejeros del CNE declara electo com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por el periodo de 4 años。保守派的候选人阿斯夫拉以40.26%得票率，不到3万票的差距，成为洪都拉斯下一届总统。社群发文表示，已经准备好执政了，不会让你失望。洪都拉斯国家党的阿斯夫拉现年67岁，当过工程师、企业家与首都市长，注重经济投资，选前支持恢复与台湾的邦交，同时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力挺的人选。因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发文祝贺，还说期待与阿斯夫拉的政府合作，共同推动西半球的繁荣与安全。但
但是也有人抗议，高举标语反对美国干涉。落败的亲中执政党先前指控选举政变，因为11月30日举办的大选过程传出舞弊，重新人工计票后拖了快1个月才确认结果。Producto después de una declaratoria o llega Tito Asfura. Creo que la población dice no importa, los dos son de derecha y votamos por la derecha y no importa. 亲美亲台的右派将重新掌权，是否真的恢复与我国邦交，牵动美中台角力？张龙，当然，台湾大部分都会琢磨在，就是当一个支持川普的非常右翼的候选人，那当选了洪都拉斯的新任总统之后，会不会跟北京断交，跟台湾复交？在政治的最简单的逻辑算术上，好像是这样。但是不会，除非美国同意。现在对美国来讲，中美关系最重要。洪都拉斯的去留，只是他操作门罗主义的一个小棋子。其实，在接下去的所有的美国的新的战略收缩，然后呢，对美洲不是门罗主义，是一种包装的门罗主义外衣的霸权主义跟霸凌主义。对于所有中南美洲的国家，接下去会很长时间都活在美国的就是船坚炮利，透过拳头威吓，可以的话，那我就呢用各种的方式颠覆你这个国家，让你这个国家选出一个政治立场跟我一致的政权。所以每一场的选举，美国都介入，每一场美国都介入。那洪都拉斯呢，只是最近的一场。今年从10月到现在，现在12月底，今年从10月到现在，美洲的3场选举全部向右转。当比洪都拉斯呢影响更大的是智利，智利呢也选出呢一个极右翼，自称呢就是呢智利的川普。当选了之后，很快的呢到呢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跟米莱见面，简直像兄弟一样。他们在过去呢，基本上面呢是不认识的，因此呢，整个的川普当选了之后，努力的去操作，让拉丁美洲，让美洲跟美国画上等号。不管呢，它叫做 Latin America 或者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总而言之都是 America。之后的亚美利加美洲呢，跟美国画上等号呢，是川普。川普不是只在告诉你，接下去格陵兰是我的。加拿大是我的第51州，巴拿马运河归我管。接下去你委内瑞拉所有的油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看你什么时候交给我。我刚刚讲的，就今年已经有3场的选举，全数呢都向右转，包括了阿根廷的其中选举都一样。那这一次的洪都拉斯，它的规格呢比较小，但是它可能启动了。接下去呢，拉丁美洲明年真正重要，明年是拉丁美洲左翼政权会不会团灭的关键的一年，因为明年呢有几场非常重要的左翼掌权的政府的选举，一个是巴西的鲁拉。如果说在明年的选举当中，鲁拉败选，所牵动到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向左向右的问题，而是巴西是金砖国家的核心成员。如果巴西呢接下去呢向右转，它很可能会像阿根廷一样。阿根廷呢，米莱一当选了，把所有的过去呢金砖呢跟阿根廷所谈的东西呢，通通都不算。阿根廷之后呢跟金砖呢形同陌路。巴西呢，毕竟我们今天说的 BRIC 的 B 是巴西。如果那个 B 不见了，金砖呢，接下去呢变数呢就非常多了。另外呢是哥伦比亚，好，所以呢美国呢接下去呢会极力的，我能够操作选举我就操作选举，不能够操作选举我就用拳头修理你。但是为什么呢？洪都拉斯呢跟台湾建交不重要？你要知道洪都拉斯的选举，洪都拉斯总统一任就是4年。他这次选完，下一次是谁？那不一定啊。台湾要不要像过去一样进入到凯子外交？这次呢，谁当选过，不要靠近，我把他拉过来。下次呢，如果呢又跟我不同立场呢，又跑过去。台湾呢，如果要做这件事情，我没意见，因为赖清德现在捡到篮子里都是菜。我很早就在注意这件事情。我说这场的选举，因为川普的深度介入，即使呢他的对手呢反弹呢也没有用。可是我认为今天川普不会让拉美的
国家，以为呢你今天呢是一个右翼政权当选了之后，你就会呢可以呢率性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以为洪都拉斯这种的右翼政权当选就会呢跟台湾很靠近，或者巴拉圭呢之后会永远跟台湾站在一起，都不是。在大的政治框架上面来讲，中美之间的立场决定一切。现在连台湾、连日本都卡在里面动弹不得，何况是洪都拉斯？感觉？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中南美洲都会谈到这个门罗主义啦，但是我觉得门罗主义的话，他当时讲说这个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所以听起来就是说，好像就是说美国最在乎的是他的后院，跟中南美洲有关的话呢，事实上是川普这段时间特别在乎的。从这些国家来看，确实是有一部分是这个样子。从一开始巴拿马，不要忘记巴拿马运河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也是就是他就算不选举，但事实上巴拿马只要跟中国靠太近，这个美国呢，他就会认为说我要把它收归国有，我要把它收回来所以这个巴拿马运河是美国的。巴拿马，然后刚才呢，这个夏龙提到的前面的，包括这个阿根廷，包括后来的这个洪都拉斯，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委内瑞拉。但我的意思说，实际上不只是美洲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其实对于川普来说，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看起来中国跟俄罗斯的实力看起来呢，相对来说高涨的，等于是此消彼长，等于中涨。美消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几乎都是最近川普呢看起来有意去染指或者有意去威胁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就不只是说呢，现在正在选举中的有所谓的右翼跟左翼之分的这些国家而已洪都拉斯摆明了，其实就算是目前，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在批评就说会不会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在做票，是美国协助他们做票。我觉得其实他们的质疑你没有证据，但是也不见得不会成立，是因为呢一开始是让那位副总统，就现在第2名的那个，他其实是领先第1名的这位阿斯拉夫的，然后呢，但是问题是越开票，经过1个月的时间。第2名的越开就是第2名的越开越多，越开越多，越开越多，第2名的越开越少，越开越少，到最后黄金交叉，而且那个第1名当时第1名的时候，川普说你们做票，没错，他就指着别人做了，那你自己赢了后，你就不是做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诡异。那为什么开票开了1个月，而且呢，这个输赢都在差不多1%之间？先前的话呢，是那个前副总统的话赢了目前前市长1%。现在经过1个月之后，慢慢，变成这个川普所主义的呢，领先了1%。那你说这个委内瑞拉不是这洪都拉斯的人，怎么会不去质疑说这个川普有在中间涉入呢？更何况是他们的前总统说是贩毒的那一个，还在美国呢被关起来，还突然间就放了。如果说你的委内瑞拉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呢是因为还有这个运毒的关系，马杜罗就是跟这个毒贩这个挂钩在一起，他是一个最大的毒枭。那你突然间这个放了这个什么叶南德兹，那干嘛呢？你一方面又放了一个大毒枭，二方面又说要去抓一个大毒枭，两个都是呢中南美洲非常大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标准基本上从来不一致，就只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他就认为他要去影响他，他要去颠覆他。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其实有关于委内瑞拉跟洪都拉斯只是中间2个例子而已，包括格陵兰包括目前这个加勒比海的这个重军集结。就我觉得目前国际法对于川普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看前2天俄罗斯跟中国在这个联合国振臂疾呼，然后呢就替这个委内瑞拉站香，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等于是基本上是一个战争行为。但是大家想想看，其实反过来说，当这个美国指责中国跟俄罗斯也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指责对方是一个独裁政权的时候，没有用。所以反过来说的，当中俄在联合国主张的这个美国目前看来像个恶霸一样，我觉得也没有用。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觉得现在只是整个翻过来了。以前恶霸的以前比较霸道的独裁的，像是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几乎上就是美国了。美国呢比别人都霸道，他今天只要想要的，管你要你的石油，要你的运河，要你的这个政权颠覆，他就要。所以呢，对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川普的所谓的门罗主义太小看他了，他根本不只是在看拉丁美洲而已，几乎全世界只要跟他的利益相冲突的，只要是中国看起来更加的有实力、有渗透力的，他就是要去颠覆他。就这个很不好了，强凌弱，众暴寡。是啊，其他国家也会想，你可以这样干，我不能这样干嘛？那事实上，川普已经介入，怎么没有介入呢？有没有舞弊我们不知道，但当然介入了，我就支持他。只有支持他，我将来美国才继续援助你们。你支持他的话，我就不管你们了。他也是大毒枭，他也是大毒枭，他是我的大毒枭。那他呢？不是我的大毒枭，差别就在这里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有个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
哦，说2027年这个老共对台湾取得战略决胜的优势，而且呢，共军会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哦，以前是美国对人家威胁嘛，你怎么对美国构成威胁呢？老共慢慢会有这样的实力了。哦，而且呢，这个2049年的时候，中国目标是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所以让美国本土安全性日益脆弱，不是海外哦，本土都可能会受到威胁哦。哦，因为中共2024年9月，去年9月第一次向太平洋试射飞弹，飞行了11000公里，哦，就是可以从北京到纽约，才不过10991公里，所以它现在11000已经超过这个了，哦，超过9公里。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飞弹，而且它不从北京发，干嘛从北京发？它从福建发，不从其他地方这个反正离美国比较近的地方发，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哦，意思就是说可以打到你纽约了，都打到纽约了，华盛顿也打得到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国防部年度报告说，中国可能以4种军事手段强迫台湾统一。4种，第一个呢，比战争低一点的胁迫，什么电子战啊，什么这个社会恐慌啊等。第二是联合火力打击，空军基地、雷达站、飞弹、通讯设施打你。第三个呢，联合封锁，就封锁大家知道了，海面给你封锁的。那最可怕的叫联合登岛，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可能用这种方式做最后的关键性的行动，所以他们是有4种那五角大厦说，中国会测试多重的剧本，这个甚至用蛮力如果你台湾不听，我就蛮力给你硬吞那另外呢，中国可能很快的就会有1000枚核弹原来是说500多枚了，但是说在2030年5年之内会有1000枚核弹头，而且刚刚讲过有洲际飞弹，哇，打那么远那另外呢，别人如果发射飞弹打他，90秒里面他就可以侦测到。你已经发了90秒，还没到我头上，我已经知道你发了，而且它有反制的能力进行反击那另外呢，这个中国目前有3个飞弹发射场，有100口的飞弹发射井，这3个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在新疆在新疆哈密在这里，一个在甘肃玉门在玉门在这里，第3个呢，这广西壮族自治区，这3个飞弹发射场有100口以上的，每个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发射井这里面发射出来来，我们看一下。美国五角大厦提交给国会的2025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以国家总体战来推动击败美国的最高军事战略，而中国军方正处于历史性的军事扩张，让美国本土变得日益脆弱。截至2024年，中国核弹头库存维持在600出头，预计到2030年总数将超过1000枚。另外，在建构核武的预警反击上也取得进展，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强化这项能力。而中国持续重申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的同时，又试图以核力量吓阻非核军事行动，这将使得在台海冲突时关于核武角色的沟通更为复杂，提高误判风险。President Trump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seek a stable, peace, fair trade,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 with China. 报告提到，北京预期在2027年底前具备对台作战并取得胜利的能力，持续精进多种以武力强制实现对台统一的军事选项。过去1年，解放军已经透过多项军事行动测试这些选项的关键要素，包括封锁重要港口、打击海上、陆上目标，以及反制美国可能军事介入的相关演训。而中国领导人可能考虑的4个对台军事选项，包括最具风险的2栖登陆入侵、火力打击行动、可能的海上封锁，或是没达到战争门槛的胁迫行动。其中2栖登陆必须要取得并维持制空权与制海权，迅速完成兵力集结与持续补给，是解放军最复杂、最困难的军事行动。报告指出，北京的目标不只限于遏制台湾宣布独立，而是要透过威胁利诱，迫使台北在北京设定的条件下走向统一。杨宏伟。这个是川普第2任上来以后第一次提出的中国军力报告。那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些是比较旧的，有些呢是比较新的。那其实旧的部分就刚刚讲说，它可以有4种方式4种关键行动
来攻台，这个过去他也都提过，其实是也不脱这四个行为。那另外呢，他有些我看他们有评论说，他有些甚至可能有点偷懒，没有 update 啊。比如它里面提到，就说像北韩跟中国的关系呢，好像很冷淡，可事实上呢，他没有把它纳入今年9月份在中国阅兵的时候，其实金正恩全程都参与，所以北韩跟中国的关系仍然是极为紧密的。那至于就说我觉得可以观察的，就是他特别提到，中国在2027年，它已经具有可以威胁美国的军事的实力。那这里面当然提到了曹营苏飞弹啊，它的核弹啊，还有它可以打多少的距离。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大家都知道，美国除了2战日本曾经偷袭珍珠港之外，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在美国本土去打的哈。那美国去参与很多的战争，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战争会在美国本土去打。好，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他认为中国他的军事的实力是足以威胁美国的本土的时候，我觉得他在他的战略上面当然会做一些参考跟调整啊。那这就是比如说像这2天，川普不就是宣布一个什么超级的川普舰啊？那可能有人觉得他在吹嘘啊、吹牛啊，要弄一个川普舰。可是某一个程度也是，他们真的认为，在这几年下来，中国的军事的实力其实是比美国的增长很多，所以他们也认为具有威胁性。那好了，那这样子，川普对于台海的他的看法。我认为美国越认为中国是具有威胁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就越不可能实质的去介入台海的中间的战争。如果台海发生任何的战争或者摩擦或者开战的话，那美国一定保护自己。所以这也符合像这个传统基金会这些右派的基金会。那再次，其实这个是陈腔滥调、老调重弹。那他的谈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要把台湾打造成什么豪猪啊？那所以就是不停的要卖给台湾武器，要不停的武装台湾。那这个的他的战略是什么呢？他的战略就是让台湾变成豪猪，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呢，那么台湾就可以去牵制中国，甚至可以消耗中国的军事的力量。所以无论如何，这样子的一整个的脉络看下来，也就是对于台湾来说，那真的仍然是一个棋子和工具。那其实这几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他要把台湾打造成豪猪。那另外一方面，他们最在乎的就是台湾在半导体的实力跟供应链，他慢慢要把这个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搬出台湾，那才能够让台湾变成豪猪啊！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发展他 AI 呢？对不对？他怎么发展他的科技呢？你看这一路下来，完全是一模一样。还有包含台湾，你要提高你的国防的支出。我们现在台湾的国防支出已经就是我们占 GDP 的比例，它的要求是比日本跟韩国还要高啊，还要高。然后我们占这个总预算的比例比以色列还要高。以色列都只占明年的以色列的国防预算支出只占它总预算的14%，我们要占到30%呢。我们要占到30%，所以今天把台湾打造成豪猪，就是让台湾不停的花钱，花谁的钱呢？花纳税人的钱。那不停的卖武器给台湾，所以我觉得就回过头来，刚才不讲 CNN 盘点全球的10大的事件，要观察，值得观察的就是未来这个川普对台湾会不会对掌握台湾的命运？我翻成白话文，直接说，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结束。好吧，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他们起码明年见4次，这4次里面对台湾会不会有什么伤害了？华盛顿邮报说呢，美国最近卖我们111亿美元呢是正确的修正，尤其是海马式海马式这个很厉害啊。但是呢，美国对台湾对美国宣布卖台湾不到48小时，中国卖了118亿美元的美债。就是美国说要卖给台湾111亿美元的武器，大陆就减少卖了它118亿的美债来报复所以说巧合吧，还是有意的那另外呢，美国保守派刚刚这个洪伟讲说，台湾还是应该采取豪猪战略，准备在岛屿持久战我们这边做殊死战真的平地打不赢，打到山地里面去那江启臣说，美国应该把我们的买军购现在越来越多也加入贸易
你不能说哦军购都不算了，我们花那么多钱买军购，军购不算，说应该算入贸易的平衡，而且国会在关税谈判可以扮黑脸，对吧？我们不准你这个预算，你关税松一点，我们预算放一点，意思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